你好，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来自日本富山市，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今天我们来包饺子，用蒲公英来包饺子。清明前后的这个蒲公英特别嫩，特别好吃，并且呢，今天这个视频特别适合饺子新手朋友们。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介绍了怎样和面才能使这个饺子皮特别有韧劲儿，特别有嚼劲儿，并且包饺子的时候呢不容易破皮儿。再一个呢，我介绍了怎样拌饺子馅儿才能又嫩又香又好吃。另外呢，我还介绍了对新手朋友来说，怎样包饺子才能不露馅儿、不露汤，把饺子包严实了，并且呢还比较美观。同时呢，我还介绍了下饺子的时候怎样下饺子才能不破皮儿，到底应该怎样下饺子呢？如果对于饺子来说你是新手朋友的话呢，这个视频特别推荐给你。包出来的饺子特别香，特别甜，并且呢这个皮儿特别有嚼劲儿。当饺子煮好以后，下出来以后，你闻到的饺子皮的香味儿，真的是沁人心脾。清早一出门看这个大美人儿绣花的小棉袄得体又合身儿瓜子脸双眼皮儿，粉面桃花红嘴唇儿千里一晃柳腰身儿，妩媚又动人儿清早一出门看这个大美人儿绣花的小棉袄得体又合身儿瓜子脸双眼皮儿，粉面桃花红嘴唇儿千里一晃柳腰身儿，妩媚又动人儿和面是在昨天晚上9点进行的，5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5克盐，然后分多次加入300毫升室温水，边加边搅拌，搅拌成絮状之后，下手揉成面团。包饺子，饺子皮儿显得尤为重要。古人有3揉3醒的做法，目的呢就是使包出来的饺子特别有韧劲儿，并且呢下出来的饺子不破皮儿。我们呢这里不用3揉3醒，用我这个方法同样也能够做到。和成面团以后，盖上盖，将面盆放到厨房里醒面1个晚上，这样呢晚上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第二天早晨，先到院子里采摘1颗蒲公英，蒲公英是天然的抗生素，它有很多功效和作用，请你自己到百科百度上搜一下，就可以了解到很多蒲公英的功效和药用价值。我有一个视频在 YouTube 上的观看量已经达到了将近70万，底下有很多朋友们的留言，以及他们吃了蒲公英以后生活体验的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把链接放到这个视频的底下。接下来到了最关键的一步，准备饺子馅儿。首先我们来切点葱和姜，准备一个葱姜水。泡这个葱姜水的目的是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葱姜水打到肉馅里边，这样做出来的肉馅一煲汤特别嫩。在盛有葱、姜、花椒的盆里放上凉水以后，放到一旁浸泡20分钟。在这期间，我们来准备肉馅，将五花肉先切成片，之后放入破壁机打成肉末。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葱姜水已经浸泡20多分钟了，用手抓一抓葱姜，抓到粘稠状大约2分钟的时候，这样葱姜的味道能够完全的跑到水里边。之后
再过滤出来，这样我们的葱姜水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葱姜水分3到4次，让刚才制作好的肉末吃进去。每吃完1次水以后，一定要充分的搅拌。肉末吃了这个葱姜水以后，会变得又香又嫩。这里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肉末吃水的时候，一定不要加调料，连盐都不要加，因为加进盐或其他调料就会阻止肉末吃水。当肉末完全把水吃进去以后，变成了整个一体状，然后我们再进行调味。在肉末中加少许盐、少许胡椒粉、少许醋、少许酱油、1个鸡蛋，然后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这样呢，肉馅就准备好了。接下来把刚才洗干净晾干的蒲公英切成丁，和刚才的肉馅搅在一起。接下来重点来了，这个油呢是我自己熬制的葱油，这是肉馅的灵魂。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葱油，这个饺子才变得特别香特别鲜。这个熬制葱油的视频的连接我放到了说明区，对美食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去看一下。倒上葱油，再加少许香油，锅至水分，把肉馅搅拌起来。这样呢，我们的肉馅就调制完成了。接下来开始包饺子。忙活到这里已经是上午9点多了，看看我们的面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面团呢已经醒了12个多小时。你看看这个劲道，使劲扯都扯不断，特别有劲。搅面团1分为2，你看这个劲道，这就是我们的法宝。时间给了我们的面团足够的绵筋和筋性，不用3揉3醒，我们的面也已经有了足够的筋性。将面团拿到案板上以后，搓成长条，用刀分割成小剂子。再在小剂子上面撒上铺面，把每一个小剂子呢用手按成圆饼，之后再擀皮儿。擀皮的时候力争是中间厚，边上薄，这样呢包的饺子因为底儿比较厚，不会漏馅儿。之后呢，开始包饺子。先在饺子皮上面按上馅以后，把边儿都用手捏紧，在保证捏紧的情况下，再用大拇指将手一捏，一个漂亮的饺子就制作出来了。这样制作的饺子特别严实，在煮饺子的时候呢，绝对不会漏馅儿。这种做法呢，特别实用，对于新手朋友来说特别友好，看一遍就会操作了。这是我们包好的饺子，你看多么漂亮啊！接下来呢，开始煮饺子。在煮饺子的凉水里边加一勺盐，这样呢，饺子就不会沉底儿粘锅了，不容易下碎。水烧开了以后，把饺子下进去。煮饺子呢，开水下锅以后，遵循3开原则。就是说，水开了以后，点上凉水，将水打下去，盖上盖，再开了，这算1开。从现在开始计数。第1开，点水，盖锅盖。第2开，点水，再盖锅盖。第3次开锅，点水，盖锅盖，这样3开就完成了。第4次加水了以后呢，就不要盖锅盖了。这里呢，拦的就是饺子皮，不是肉馅了。当这个时候锅再开了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饺子呢
就煮熟了。用漏勺将饺子盛出来。盛到盘子里的饺子晾了一会儿以后呢，底下容易粘，拿一个大盆倒一下就好了。这样呢，饺子底就不会被粘破了。这样晾好的饺子可以做水煎包，也可以来做锅贴，特别好。撕一个饺子看一看，特别有劲道。你看这饺子的一包汁儿，真的是让人受不住啊！太鲜、太嫩、太香了。来看看，饺子下出来了，哈哈哈哈哈！你看看一个一个水灵灵的饺子，真香。吃法呢，这个饺子皮儿这个香味儿啊，真是沁人心脾。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你看这小饺子，看多么漂亮，哈哈。太鲜了。这个馅咬到口里第一感觉就是，哇，这么鲜，并且呢带有淡淡的蒲公英的苦味儿。这个苦味儿你尝了以后呢，感觉到身上特别清爽。再嚼一嚼，这个饺子皮儿真是特别有嚼劲儿。太好了。太棒了！第一，饺子皮儿有嚼劲儿，越嚼越有嚼头，越嚼越香。第二呢，这个肉香啊，里边有五香油，并且呢打的这个五香水特别嫩，咬一口呢是感觉是哇真嫩这个肉。再慢慢细嚼呢，蒲公英淡淡的苦味，蒲公英的清火那个味道就上来了，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给人一种春天的气息。哇，真是太棒了。真的，如果你进的话，我真想送你一个吃一吃。真是太好吃了。你按我这个做法，它做出来不好吃，你来找我。真是太好吃了，特别推荐给你。好，请你来吃蒲公英饺子。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